出得百凡殿，有清玄雅略作思索，直奔小琼峰而去。小琼峰仅有奇缘师叔与长寿师兄、灵儿师妹3人，遇敌自然是最危险之地，先去通知他们也是合情合理的。有清玄雅的心底为自己找了个理由，带着少许不安飞去了小琼峰。远远的他就看到湖面上飘来飘去的灵娥，心情顿时放松了许多，踩着云朵缓缓降落。刚入小琼峰外层的隔离大阵，就听得远近的蛙声不绝，湖边玉影闪烁。本次修仙灵地之所，却有着一种悠散田园之乐。有清玄雅落在湖边，打量着那些活蹦乱跳的玉蛙，心底颇为欢喜。自从上一次长寿师兄赠他一只可爱至极的粉色始灵兽，就意外地为他推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。虽然因为他闭关太频繁，那只始灵兽不小心被养死了，他为此心伤了数月，将它埋在了破天峰下。但自从那以后，他就对这种可爱的灵兽十分的钟爱。站在湖边轻轻俯身，湖水倒映着他醉人的容貌，还有那迷人的纤柔身段。有清玄雅凝视着那2只小巧的修灵石玉蛙，那张一贯冷清的美丽面容上流露出少许微笑，但似乎是感觉到了他的视线，这2只刚变态不久的小蛙同时跳回了湖边的浅水，腿一蹬，伴着水纹消失不见。有清玄雅抬手理了一下耳旁的发梢，目光也十分的柔和。正此时，湖面出现了一缕缕波痕，3颗宝珠缓缓旋转，照出了一缕缕柔和的光亮。而后一道倩影从湖面缓缓升起，双手托着2只水球，左侧水球中是一条灵鱼，右侧的水球中则是一只玉蛙。柔光照耀中，灵娥眯着眼悠然道：美丽的师姐哟，你是想要这条美味的狸尾呢，还是想要这只美味的玉蛙呢？又或者还是想要你可爱贤惠的灵娥师妹帮你去沏杯清茶，做些点心呢？有清玄雅禁不住扑哧一笑，刹那间宛若梅花盛开，雪莲初绽。灵娥从湖面跳了过来师姐，去屋里坐吧，我师兄去丹顶峰了。好。有清玄雅柔声应了一句，与灵娥向前走了2步。有清玄雅突然回过神来，想到了什么，略微有些错愕。美味？这个那个都是可以吃的吗？灵娥眨眨眼。不然呢？狸尾鱼很好吃的，煎炸蒸煮煲汤都可，还有我师兄秘制的调料，玉蛙也能做成玉蛙鱼头、馋嘴玉蛙，师兄当年的厨艺都传授给了我呢。有清玄雅顿时眉头轻蹙。咱们已经辟谷，为何非要吃这些？这话或许九九师叔可以解释，酒对修行也无用处，九九师叔却是将酒看作半条性命，口腹之欲不也如此吗？却也是这般道理。哎，空说无凭。灵娥挽起袖子，取出调味宝囊，朝着湖边灶台而去。师姐你且稍等，师妹今天就给你露一小手。有清玄雅眨眨眼，刚想说话，灵娥已经哼着小调2步跳到了灶台旁。灵娥指尖飞出一缕火苗，灶台下顿时起了文火。打个响指，一条灵鱼也从湖面跳了出来，宛若自己跳到了砧板上。灵娥摸出一把锋锐的法器去星匕首，随手拍晕灵鱼，开始熟练地忙碌起来。有清玄雅好奇地凑过来，却是将正事都暂时忘却了。半个时辰后，看上去也挺不错的样子啊。师姐您尝尝，我的手艺可是不输师兄了。好香啊。有清玄雅持着一双玉柱，双眼一阵放光。灵娥在旁已经取出了一方矮桌，
拿出了不会醉人的清酒果酿，与有清玄雅就在湖边小酌品鱼。不多时，一朵白云自丹顶峰而来。灵儿瞧了瞧白云的高度，顿时道了句：我师兄回来了。师姐，你不是有正事要等师兄来了一起说吗？有清玄雅忙将筷子放下，起身相迎。李长寿这次却也没躲着，径直驾云飘来。师兄，有清师姐等你一阵了。长寿师兄。灵儿俏生生地喊了一句，有清玄雅则对着李长寿低头拱手行礼。有清师妹不必如此多礼。李长寿做道揖还礼。不知找我是有何事？有清玄雅注视着李长寿，言说了地脉挪移阵之事，并道：若有外敌攻山，护山大阵危急，长寿师兄与灵娥师妹当直接赶去百凡殿中，那里有逃脱的路径。咱们尚未成仙，若是留在此地，反而只是白白让各位门内长辈分神。李长寿眉头一皱，忙问：有清师妹，此事你已经告诉了各峰弟子？并未。有清玄雅略微有些不好意思。我先来的小琼峰上，想着能否让长寿师兄助我，与我一同去各峰寻各位同辈言说此事。灵儿在旁边眨了眨眼，也没多说什么。李长寿心底却是松了一口气，叮嘱道：此事当改个说辞，万不可提及地脉挪移阵之事。有清师妹，你可曾想过，当代弟子入门数十至百数十年不等，若有外敌故意混入通风报信之奸细，这般明明白白的言说此事，假若当真有外敌攻山，那岂非断了门人弟子的退路？有清玄雅一愣，随后便是轻轻皱眉。长寿师兄所说却也有几分道理，只是若不信人，如何让人信呢？信人二字应该是在知人后面，若你不知此人，又凭何而信？人心各中有曲折，一知其面，难知其心。再者，有清师妹何以觉得咱们门内就无贪生怕死、投敌求生之人？可是有清玄雅一阵哑然，却是不知该如何辩驳，心底也在不断的思量。李长寿又温声道：咱们对门内自是感念感激，但也只是咱们，你我无法要求旁人也如同你我一般。道法天地却由心起，树归方圆仍由心生。有清师妹可见，这天下间就算是师徒父子，又有何人之道是完全相同？玄雅受教了。有清玄雅对着李长寿深深地做了个道揖，妙目中带着几分钦佩。是玄雅思虑不周，多谢长寿师兄点醒。此事还请师兄教我该如何处置。师妹不必如此拘礼。李长寿还了个道揖，心底却是暗自总结了一下，对付有毒这种性格，说大道理倒是意外的不错。师妹既然是想提前通知各峰门人弟子一声，不如换个说辞，就说若门内有紧要的情况，请各位尚未成仙的同门立刻赶往破天峰躲避，届时再指引他们去百凡殿中，也可好过所有人一窝蜂的涌去百凡殿。不错。有清玄雅的眸中满是亮光。若非长寿师兄指点，我有清师妹只是心急了一些，稍微思忖也是能想到的。李长寿不着痕迹地截断了他的话语声，随后做了一个请的手势。此事宜早不宜迟，有清师妹莫要在此地多耽误了。有清玄雅轻轻颔首，对着李长寿欠身行礼，驾云朝着破天峰匆匆而去。自然又是去找百凡殿长老商议此事，提醒各位长老不要走漏了消息。经长寿师兄这么一点拨，山内很可能真有外敌之奸细。湖边，灵娥对着李长寿眨眨眼，李长寿对他一笑，驾云去了丹房。片刻之后，丹房地下
密室书桌。李长寿把玩着万凌云长老刚给自己的带着掌门印记的储户戒指，盯着面前书桌上平铺开的自己此前画下的地形图。储物戒指中有数量巨大的各类毒草，应该是门内给万凌云长老的赏赐，又被万凌云长老塞了一大堆的毒丹迷丹。投桃报李，李长寿决定将这一批毒丹公款公用，用在暗中护卫师门上。现在手指轻轻地敲打着桌面，李长寿开始逐条分析。如果我是那些家伙，会选择从哪个方向发动奇袭？半年之后，渡仙门山门西北方3000里，一道道黑影贴地齐飞，迅速涌过一片荒谷，而这些人并未注意到，侧旁悬崖的某个石块上，有一块缠绕在碎石上的蛛网，正随风轻轻飘荡。与此同时，他们前进路线前方300余里的那片密林中，一只埋在树下的木盒被轻轻推开，浑身挂满了布包的纸人跳了出来，瞬间施展出木盾，钻入了隔壁老树的树干。哎，来了，应该说是总算来了。黑暗中，李长寿心底松了口气，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这些敌人一直不现身，让李长寿也稍感压力。自从半年前得了万凌云长老赐下的那枚戒指，李长寿就开始了第3阶段的备战布置。如今到了验收成果的时候了。对方想要发起偷袭，必须是从地面、地下迅速地逼近渡仙门，而后暴起发难。这就给了李长寿很多的操作空间。对方出现的这个方向，这条路径，自己果然没猜错。虽然为了稳妥起见，李长寿在其他5条可能的路径上也埋伏了地字编号的指导人，而对方也算挺配合的，所选的偷袭路径刚好是他主要布置的3条路径之一。唯一让李长寿感觉到不理想的是，对方发动偷袭的时间跟自己预计的相差了2-3个月。甚至此前，李长寿一度推测，有可能因万凌云长老和自己一起阴了对方一把，已经让那个幕后黑手放弃了覆灭渡仙门的算计。然而敌迟但到，对方还是来了。此时的天字7支指导人依然按兵不动，躲在山门之外静静潜伏。他们的作用仍旧是在爆发大战后从后方包抄，这个战术的思路并未变化。而地字6支指导人分布在李长寿提前找出的6条路径上，且在这6条路上用2-3个月的时间布置了许多简易的毒阵。何为毒阵？阵法外加毒丹，这自然就是毒阵了。不同的是，李长寿所布置的这些毒阵重隐蔽，轻困迷，追求的是不容易被察觉，一旦有人入阵，就让毒粉毒物瞬间爆发，不浪费每一缕毒性。这才是李长寿所理解的毒阵之真谛。李长寿做这些毒阵布置时，从未奢望过可以凭此直接覆灭来犯之敌。道理很简单，因为对方胆敢偷袭有金仙坐镇的渡仙门，必然也有金仙高手。甚至李长寿还考虑了对方有大罗金仙这种可能性极低的情况，并且做了相应的布置。仅凭他这些神通指导人所布置的毒阵，哪怕对方的金仙再水，也能够随手轰散。所以这些毒阵只能当地雷用，打一个瞬间爆发的效果。也因对方最少也有2名金仙，李长寿才决定仅让指导人四处埋伏，而未喊上万凌云长老，以免这万凌云老爷子举着他的铜皮拐棍大吼一声为了人教，然后就去跟对方金仙拼命去了。扰敌困敌，将对方的行踪暴露，给师门及时预警，一定程度上削弱对方的实力，这些才是地字6支指导人的作用。
躲藏在树干中，地字3号指导人摇摇晃晃，身形迅速膨胀，化作一名身着长袍、英俊潇洒的年轻仙人。此气息模样与李长寿本身完全不同。此时李长寿的半数心神都寄托在这只指导人身上，凭借此前布置在各处的重瞳3头蛛蛛网，监视着200里外正在贴地飞驰而来的那群黑影。李长寿很快就发现地下还有数十道身影在穿行，这些身影分别跟在了几只会钻地的大妖身后，虽然各自隐藏了气息波动，隐蔽性却远不如土遁。这真是穿山甲成了精？但无妨，李长寿也提前考虑到了这一点。他布置的这些毒阵，有几处的阵基特意的埋得很深，大阵的阵基也是斜面布置的。不对劲儿。黑暗中，李长寿眉头一皱，心底浮现出了一幅幅交错重叠的画面，被他迅速归纳好。西南方向也有一批偷袭者，对方兵分2路，不过也无妨。李长寿的心神分出2股，一心多用，激活了地字5号指导人，借这只指导人预先开启了西南方向的一重重毒阵，并给这个指导人找了个水潭躲藏起来。仔细观察了片刻，李长寿也是难得暗笑2声。现在的情况确实是出乎他的预料，不得不说也有一定的运气成分。3条被他主要布置毒阵偷袭的路径竟然用上了2条，对方当真是温暖又贴心，怕浪费他的心血。